DX9飞天虎 G2配色的下一款成员封锁，盒子包装统一的风格。来看这回封锁的人形，整个的一个身材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同样这套有一个统一的问题，就是背包几乎没有，零背包，但也显得身材偏纸片。因为体型也是很宽的，但是背包里边处理的很干净的话，就感觉比例有一些失衡。所以呢，你说零背包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呢？他们总能在有限的零件和成本上边做出来很好玩的变形结构。飞天虎的4个小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涂装来看，胸口大面积的银色和大腿上边的金属蓝漆也是标志性的 G2配色。车身表面这里有上涂装，但是在非车型正面的零件上边，比如说人形的手臂关节的位置，这些地方就是没有上漆的了。而且 DX9的这个老问题啊，腰部的这一块脱肉以及这个松紧的程度，因为没有设计齿轮关节嘛。还有就是这一回的这个头部在车变人的时候伸出，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操作地方，你得仔细的一点点抠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不同的变形方式。首先脑袋扭扭正，直接把这块板子压进去，缩到肚子里面，两条胳膊继续抬起来。在这一块的变形之前，先在肩膀后边翻开这一块小板子，把它立开，车窗打起来，把这一块小板子先延展开，这里边是一个双段的关节，拉平。小臂的变形逻辑跟上一款是差不多的，打开这一块的90度盖子，下方这里拆松，整个的手腕旋转180度收纳起来，接着大臂的部分旋转90度，双关节往回折，打开里边这一块的前保险杠，翻转180度拧出来。这个时候肩膀整个的往上抬，顺着这里的双关节拼合好以后，这一块小臂位置向上旋转90度，我们把这块前机盖折过来，保险杠再扣住，哎，手臂就隐藏好了。这个时候双臂结合扣上，侧面这里刚才翻起的这个小板子就可以翻下来，通过里边的卡点给它扣住，包裹好。到了腿部的变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角色轮胎是在小腿内侧的，但车型的状态下呢要翻到外侧，所以呢做了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玩的变形结构，把这两片立起来，旋转180度，给它换一个方向，嘿嘿，就搞定了。接着小腿内侧这里有一块挡肉的片儿，我们把它180度对折上来，解锁开侧面这个卡扣的同时，再把前腿板打开，这一面结合的扣点，我们把它整个一个双关节翻到外侧去。膝盖的变形这回不是直接180度翻上去，你需要把它90度立起来，然后顺着这个角度旋转一圈，哎，再把大腿根儿旋转一下，这回再往里压。当然你得把中间的这些零件稍微的避让避让，叠回去。哦，这一块再整个的双关节包回来，所有的扣点插住。下方的这块板子还需要避让一下，把这儿折回来，压到下面去。在另一条腿膝盖位置旋转过来之后，我们把它挪开一点点，立起来中间的小扣子，这个地方会挺紧。好，把它90度打起来，最后是要结合中间的位置。倒是这一款的变形结构并没有多复杂，而且来回旋转的这个方式也是比较巧妙的。就是在最后结合的位置时候，记得这块板子先垫到下方，再把这里折过来，需要借一点点角度才能把两条腿完整的扣合回去。那现在后半个车我们也有了，看着是反的，把腰部旋转180度，中间的位置还是显得过宽。这里的变形又不太一样。首先我们先打开车门，侧面这里梯形左右的两个扣子先拨开，然后两只脚记得填到这个缝隙里面去，接着顺着里 Z 字折叠把它缩短，缩短的同时用边缘的这一条卡下方的这个扣子，缝隙对准，扣合。
那现在我们就把整个的后半个全怼进去，压住锁定，车窗立起来，门锁定。好，那这辆车我们就变形完成了。车型依旧是橡胶的轮胎，塑料的轮毂，这回有上涂装，而且涂装的细节，车灯的位置，前方的转向灯，车顶的刻画，后边这里是透明件压进去的刹车灯。底盘来看，同样是整整齐齐，基本上不会暴露太明显的地方。推车滚动变形到位也是非常丝滑的。相较上一款莽撞的变形设计，这款封锁相同的点是胳膊的变形逻辑和车门侧面腰身掐出来的倒梯形，其他方面后半个几乎是重做的，这样就会让你在玩4款小车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但相对来说，这款的设计，尤其后半个腿部往回收纳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些绊手的，但处理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错。那么得嘞，我们稍后来看下一款。